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雷鸣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是喜欢家庭温馨和睦的人，但是我老公总是因为一些小事跟我吵个没完，一件事儿反反复复，但凡有个引子都能翻出来，不停的吵，还学会冷战。老婆说我太小气，做人斤斤计较，一点也不大气。活了大半辈子，也不知道大方到什么程度算是大度。我只知道他总是背着我3番5次的把钱借给别人，我真是觉得他拿我一点都不当回事儿。难道我认为过日子钱很重要就是不够大度吗？30年夫妻了，现在不仅没有改变，还变本加厉，我心态都崩了，受不了了。谁能劝劝他别再吵了，就不能安安静静的过完下半辈子？掌声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王先生52岁，来自吉林婚庆服务；女嘉宾白女士52岁，来自吉林婚庆服务。有请两位，有请。你好，主持人。你好，嘉宾。好，先欢迎啊！结婚30年哈。啊，有。孩子多大？27了。男孩女孩？男孩。男孩。结婚了吗？没有。没有。着急吗？着急啊！哦，着急啊！这个什么时候儿子能讨媳妇儿呢？还没有对象呢。为啥呀？在外地打拼。哦，还在打拼啊？对。家里面应该是您主事儿是吧？也不是说我主事，家里2个人都说了算。那太谦虚了，太谦虚了。今天您来的目的是什么呀？刚才呢也看这个短片了啊。他生活当中呢，就说我这个小气不够大度啊，对呀，总是跟他吵啊。我为啥跟你吵？你不知道啊？小事不提，咱就说这关键事儿。我不知道情况下借钱给别人，还不跟我说，告诉你真不生气啊？没隔多长时间吗？你应该第一时间就应该告诉我呀。忘了吗？您这忘了就俩字就把我打发了，你拿我当空气呢？咱不在情绪里争吵啊。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今天来的目的啊，把这钱给我要回来。那是借给发小，我能没到日期我就给人要回来吗？刚才他不说发小，男发小，男同学，我不希望他跟男同学来往。你想多了。我不是想多了，他们在一起聚餐呢，喝酒啊，居然喝到这个晚上半夜12点之后才回家。那也就那一回。借了发小叫男闺蜜一笔钱，没通知您，对吧？对。是这意思吗？对，到现在还没还呢。就借了这一笔吗？还是经常把钱借给别人？您还问对了，不是就这一笔。上一回呢借钱呢也是没告诉我，借给他哥哥了。我们要用钱的时候才告诉我。你说这能不生气吗？我不问你不说。我觉得啊，主持人，那借给哥哥钱，那买房子是人生的大事儿。再说自己家的人有难处的时候，谁还不帮一把？反正您要这么一说，别人没话说。但是有一点，我们没反对借钱，对吧？我们反对和不开心的是没告诉我们，我理解的对吧？我都反对。我感觉他就是对我哥哥多少有点情绪化。所以其实您不告诉他，是因为您知道他不想把这个钱借出去，所以才瞒着他把钱借给了别人。对。那你说，当着主持人面，您说说我为啥不借你哥哥？那因为啥不借？我说话不好听，我这钱我扔水里头，听着响我都不想借他。那能行吗？那父母跟那个哥哥一起生活呢，他们要条件不好，我不也不开心吗？不是为啥呀？不怕您笑话啊！我岳父去世的时候，我们在那忙前忙后的啊。第二天早上起来，在这个桌上呢，我就拿了一个杯子，刷完牙，刚要准备撂那块儿，俺们这大哥就过来了。你干嘛用我这杯子？你这么用别人怎么用？多埋汰呀！这么大人谁能挂住脸啊？他当自己家人了，没介意呗，随意说出那么一句，你何必跟他计较呢？我这也不计较，那也不计较，那我一说啥你就得计较。再说了，他光是单纯这一件事情也行。我发现你们家人这都是，包括你本人在内，都不拿我当回事，都拿我当空气似的。还发生了什么，让您有这个感受？咱不用说别的啊，我们去这个孝敬老人，给老人带点礼物啊，然后买了个鱼头。一进门，我们这大舅哥劈头盖脸说句：“哎，你怎么买鱼头？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告我一声呢？这买重了吗？
合着他要买鱼头，谁知道我也不算卦的呢？那我打断一下，这个吧，当时我父亲也在世呢，然后不也当时也说了吗？是来孝敬我的，又不来孝敬你的，买虫了就买虫了呗，那就都炖了都吃了呗。那我父亲当时不也说了吗？说是说了，你看哥哥，包括他那嫂子，真是一家人。因为当时也是这个在酒桌上嘛，因为这鱼头也做好了啊，是我就把酒杯就蹲了一下，他嫂子也没客气，啪一下把筷子就扔地下了。我还怎么大度，我气得我转身我就走。那你说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你要和我嫂子要吵起来，那我父母不也难堪吗？那怎么办呢？只能有一方得让下来呀。我吃亏了，我自己受屈了，我凭啥我不说呀？就因为这事儿，老跟我计较没完，老跟我吵。这都是日积月累的。你把钱借给这人我就不喜欢。那再不喜欢，他也是我哥哥呀，那我钱肯定要借的呀。他是你哥哥，那我是你啥人呢？哎，你这个到底憋了多少怨气啊？我倒觉得事儿其实也没那么大。我听您爱人刚才讲那句话，不是岳父也说了公道话了吗？岳父还可以，就对哥嫂特有意见是吧？对，他说我嫂子小气。你说我小气，我凭啥不说他小气？我们多少人去也不怕你笑话。这一桌菜基本上啊，他还有个姐姐，是他们姐俩准备啊，能有2个菜呀，是他哥哥嫂子准备啊。卯大劲就是俩素菜啊。你看这可行。我们这个平时呢，这说句实在话，咱们条件也不会说的，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也不会说什么这个有多富有啊。都是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花。也是朋友呢，是这个做这个进口水果生意的，然后搁那块儿呢，我们就是买了这个2箱水果，到家也不低啊，给岳父岳母春节之前就拿去了啊。结果呀，到了初2的时候，我们再去的时候，这水果就没了。后来我岳母瞧，被他嫂子送娘家去了。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其实那水果吧，你能怎么办？就这样人，别说借钱给他，搁我眼皮底下站着我都烦。其实父母没吃着，我也挺心疼的，因为平时自己也舍不得吃，都进口的好水果，那也没办法，怎么去计较啊？行，哥哥借的钱还了吗？借了4万，然后是整钱借的，还差点，我说那就不要了。您跟他商量过说这钱不要了吗？我俩觉得钱要的也太纠结了，再说了要钱也挺伤感情的，所以说我说就不要了。我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这借钱的事儿已经红过一次脸了，对吧？是。他的脾气你也应该很了解。是。这哥哥要说借呢，没办法。那你干嘛还把这钱借给你那什么男闺蜜呢？那个是他因为得了疾病，就是心梗嘛，急需就交住院费。关键的，你这个钱呢，你借给谁，你得先跟我说，我不同意情况下，你借我心肯定堵上。这笔钱借出去，为什么也不告诉他呢？也没想那么多。然后每次这个他跟你哥和嫂发生了这个冲突之后啊，您回家跟他唠这事儿吗？我认同，但是我觉得这没有办法去计较，因为是一家人。他这时候总觉得他是一奶同胞。我是外拉的，就得让我做出让步来，我凭啥呀？我觉得一家人没办法去计较。你觉得在他们之间的这个冲突里面，你难吗？难呐，那面是我一奶同胞，这面是我先生，我还能让他俩去掐架去吗？你觉得这事儿谁占理？应该是他占理。那在家里面冲突的时候，你觉得谁在礼数上欠缺一点？按道理上来讲，他占点理，他要不占理，他也不能揪着不放啊。他要是有一个发小，他们也经常的聚聚什么的，是女发小，确实你老公人品也没问题吧？没有。你心里舒服吗？我回答不了。干嘛回答不了啊？为啥回答不了啊？也受不了呗。这不是一个道理吗？他明明知道你不可能背叛他，但是在情感上面他就觉得。你怎么就，是吧？所以我现在问你，你今天来要干嘛？第一个，钱要回来；第二个，不要跟我讨厌的人去接触。就是第三个，我人家的社交了已经，对吧？第三个呢，我想说的也是，凡是经济这方面啊，钱呢，你就歇一歇，我管。一个人不能太贪心啊！如果只有一个要求的话，选哪个？只选一个哦，只选一个。不能只选一个，这仨我都得要。这么多年都没要回来，今天就想要回来，你痴人说梦吧你？那排个序吧，先要哪个？第一个啊，钱要回来。第一要钱。第二个，啊，不要跟这些我看不上的人接触啊。好，啊，第三个，啊，就刚才说的，好吧？啊，那咱就离婚吧。啊，离婚呐？啊，他要啥条件都答应我的话，他答应不了啊。我听了我就答应不了。别说他了，我为嘛答应不了啊？就是前面我还觉得您是一个受委屈的人，听到这儿我就明白了，
什么叫小气？你就放了他，你别折磨他了。离婚也得把钱要回来。啊，是，那是你们夫妻离婚也得把钱要回来。没错，那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他俩没有什么等量的，说就是等量，就是等量。没有，我认为我告诉你就是等量。无论是为什么？怎么不是等量啊？我再问一下嘛，之所以敢那么大大方方的不跟老公商量，把钱借出去，是不是基于以下几点？一，我跟他说了，他肯定不同意。是。第二，我知道这个钱借出去不会有特别大的后果，因为我坚信这个男人不会因为这点钱跟我把婚离了的，是不是？是这样。找得我软肋了，不叫找得你软肋啊。再问，3个条件，就今天来咱们只能实现一个，选哪一个？我管钱吧。你直接说我管钱不就完了吗？这事儿是最好办的，但是又最难办，对吧？因为前面2个要求不合理，你不能为钱老婆不要了，家不要了，对吧？问一下。是不是就因为这些事儿，夫妻之间经常争吵？经常争。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吗？没有了。30年来一直是您管钱。是。为啥不让他管？他是一个特别粗的人，说白了，我要是给他兜里揣点钱，他啥花没花，放到哪儿了他都不知道。他没有管钱的能力，不是咱们要把着，是吧？是啊。再问一下啊，30年老婆管了30年的账，是吧？除了不跟你商量把钱借出去了2大笔，对他其他的管账还满意吗？其他管账还可以。打分100分是满分，打多少分？能打98分。啊，就瑕疵那2分。对啊，借一次钱扣1分，就你们夫妻感情不是挺好吗？所以你干嘛要来啊？因为我不喜欢生活中这么吵，心都把给吵炸了。在没借钱之前，这些事儿没有那么严重吧？没有，我觉得核心不在什么借不借钱还是什么。对呀，我就说的是你不尊重他，或者你让他感觉到了你对他不够尊重。对喽，人家说对了，你拿我不存在呀。我不这么认为的，因为一家人嘛。不辩论，不辩论，一家人是您的那一家人。但是他在我心里哥是你的哥，妈是你的妈，嫂子是你哥的媳妇儿。如果不是因为跟你在一起，这些人是跟他没有关系的，因为你们是姻亲，你那边是血亲。如果没有姻亲关系，那些人跟他1分钱的关系都没有。是这种事儿，多子女家庭里面太容易出现了，人人都会面对，没有人不面对，对吧？但是最害怕的就是外面受了罪了，你去婆家，到了婆家，大姑姐就跟你干，干完之后你老公还说，我姐没错呀，这我亲姐呀，你是小的呀，你为什么不能宽容啊？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呀？你心眼怎么就那么小啊？你乐意吗？平时我也是这么说他的。我问你乐意吗？那倒是。这肯定不乐意吗？日积月累，长年累月，他就是这样吗？他心里就是有坎儿吗？我知道我说这些，道理是在这儿，但是走通却很难，因为30年成模式了。但是没关系，我们不是有4位特别有智慧的老师吗？你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钱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他当然有知情权，大笔的借款，怎么可以自作主张呢？您刚才说，隔几天告诉你也是告诉你，还说我忘了，可能吗？我认为你们夫妻30年，相互之间已经到了这样的一种境地，很危险。妻子过于大度，丈夫过于小气。如果按照您这样的生活，如果说作为朋友，我知道您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我会敬而远之。您让妻子，你讨厌的人，你反感的人，都不能交往，不管是你的亲哥哥，还是发小，都被你认为是讨厌的人。我感受到的是他的不自信，他的脆弱。你是不是怕妻子外面去社交多了，经受不住诱惑？因为他的脾气，他的性格，往往是受到男性喜欢的。你有没有想过，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
妻子内心的这一种痛苦。但是为了维系这个家，很多事情他也在退让。他当然借钱不对，没有尊重你，但是你为什么不看看他的好？您这样一个斤斤计较、耿耿于怀的人都能够给他打98分的时候，我想是对你的最高评价。所以要过下去也很简单，双方都看看对方的好，都退一步，谦让和包容是可以有的。谢谢。在我的眼中，您的丈夫是一个极其不自信的男人。他的不自信在于他内心当中有很多的自卑，人际关系他一定没有您处理得好，工作能力他也一定没有您的那么强。或许亲人朋友的关系，还有家里边您所谓的管钱的能力，他样样都不行，但他是您选的，没办法，您必须得包容他。这可能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婚姻当中您必须得接纳另一半他身上的缺点瑕疵，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别人都看不惯的烂毛病。因为你要知道，你老公就是一个自卑的人，他能够花很多钱去给到丈母娘、岳父买很贵的水果，他自己都舍不得吃，他心好，但是不见得他心里那么大度。也许他可能在工作当中有很多人说过你怎么不行，可能在生活当中很多人给他过冷眼，他没有办法做到那么自信。假设他是一个很自信、很大度的男人，大舅子这么跟他说话，理都不理，他该干嘛干嘛。大度的男人不会在乎这个，但他不是。他可能内心当中就是很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所以没办法，你要给他。我觉得你们婚姻当中最缺的不是讲道理，你们最缺的就是爱。你们家需要的就是我能不能体谅我老公可能就是一个小心眼的人，那在我的哥哥给他一些不好听的话的时候，我能不能跟他说，老公我知道你可委屈了，你要不今天先顺了我，回家以后我给你做个好吃的。哎呀，我知道你很委屈，但是你爱我，我知道你帮我受一点吧。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话呢？你所有的话都是那句话，怎么了？那是我哥，我哥你就不能接受吗？怎么了？我嫂子把我们家的水果搬走不可以吗？可以吗？假设是他把你们家东西全搬走，你乐意吗？你也不乐意啊。所以我说你们家不需要道理。刚才你既然说亲人之间需要互相包容，你们也甚是亲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才是更亲的。因为那是需要靠爱去包容和体谅和滋养出来的。你们既然今天在台上，无非就是想，我们今天在台上想拿到一个方法，让我们和平相处下去，让我们两个人开心下去。那我给到您唯一的方法，就是多多夸他，多多认可他，多多表扬他。同样，你也一样的，您多多体谅一下您老婆。可能在他们家来讲，他就必须从小让着他哥哥，可能在他内心当中，从小到大，他必须得受这个委屈。他也没办法，我如果找我哥要了，我爸我妈肯定要说我，而且我还得让我妈舒服，所以你也能不能体谅他一下？他也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讲，最后就那一句话，如果你们能彼此真正相爱和认可对方，给对方一些好听的话，你们的婚姻会过得极其舒服。但如果你们彼此都给对方以最冷漠的眼神、最寒冷的语言，那你们的生活就犹如冰窖。大姐，您信吗？我27，不信。没办法，到今天没结婚，他就是不想结婚。大姐，要不您劝劝我？生活中怎么可以不体验一下呢？拉倒吧，我体验了，我体验了27年，无论酸甜苦辣都要走一遍。大哥，一个男的挣钱，这辈子要是自己说了算，爽不爽？那肯定的，肯定的吧？那肯定。你说一男的这辈子挣钱，都老婆管，他说给谁给谁。你说这婚结他干嘛？那孩子不也给他带来快乐了吗？对吧？所以我27年了，我就不找女朋友，我早看够了，这一辈子。哎，我还跟你说一声，哎，大姐你接着劝我，我就眼看着我爸爸，他要不结婚的话，人人都看得起他，他也有朋友，他就结了婚27年。我大舅妈拿筷子摔的他，然后我妈帮着我大舅妈一块儿欺负我爸。你说我看着这样的老公，我结婚有劲吗？实质上我就是来这里，就是说劝劝他，有些东西不用想的那么多。而且您甭跟我说您那事儿，您就我27岁，您劝我找个女朋友呗。我觉得你应该找，无论是我今天走到这一步，我找不痛快，我找这一辈子不痛快。
我看了27年，我不够吗？那也不后悔，因为生活中、后悔不后悔？后悔呀！你不是说他不后悔吗？后悔当中，我告诉你，我都没看出我那爹不后悔来。知道娃为什么躲那么远了吗？我告诉你，这是你老公躲不开。但凡躲得开的，你看你儿子躲你多老远。我要找一媳妇儿也是这日子，我还一人吧。我讲明白了吗？知道为什么你儿子到27岁到现在一说到婚姻他打怵了吗？我跟你说啊，大哥，就你妻子跟我都这么明白了，就你妻子在我面前这个，我就臭嚼到底这劲儿。大哥，我跟你说，那5000块钱别让大舅子还了，没有小题怎么大做？那我不就变成大气男人了？我就是那4万块钱该还，那5000块钱可以不还，坚决要到底。我手里攥着那5000块钱，哎，这5000块钱你跟你老婆争竞几年了？7、8年。争竞下去，这5000块钱，大哥只要不还，我攥在手里，我有小题我就能大做。我已经大做了7、8年。然后目标是什么？你那目标，说实话，我的评价是反了你了。我觉得目标是钱归我管。今儿来不就为这个吗？对，杜绝这些事情。哎，就是那4万块钱该还。那大舅哥那5000，你以为你跟他继续折腾下去，他能要去？但是，高举这5000块钱当旗帜，跟他对抗到底。您这个高招，这4万块钱你得还回来，那5000块钱不用还了，我也不跟你来往了。哇！他得来往，那5000块钱拿着你就跟他争竞，这以后的夫妻生活多充实啊！但是呢，外人看起来好无聊哦，无聊到儿子都躲开喽，我不看喽；无聊到儿子都不找女朋友喽，我可受够喽。你去想，你这个妈妈可能做得很好，但是在一个成年男孩眼里，你这个妻子这个角色，哎呦，好可怕！妻子这个角色好可怕。我就问你一个事儿啊，你希望你老公和你哥关系处好吗？希望是对吧？对。好，那我问你，为什么这4万块钱借给你哥，是你做好人，不是他做好人呢？因为不是说，哎，你看，你不是说希望吗？如果你希望他和你哥2个人之间能处好关系，那这4万块钱不应该他出面去做好人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和你哥吵架，每次你就跟他说大气一点，格局大一点。请问你有劝过你哥吗？对他好一点。我哥那边我劝不了。啊，你哥那边是劝不了呢，还是你不想劝呢？他也劝不了啊！你看他这脾气。我们是夫妻呀。哦，是夫妻，所以你可以损失他的利益去取悦别人，对吧？是还是不是？是吧？是。好，所以我觉得你的问题很简单啊。第一个就是没有底线，第二个就是情感忽视，就是你要讲道理、讲理由，10万8千个理由都有。你一边说因为你跟我是夫妻，那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你跟我更亲，对不对？但你为什么要损失一个亲人的收益，去取悦比你输的人呢？
但是你从这个月开始，我钱不交了，很简单。你觉得他下次还会去做这样的事儿吗？这也是我给你的一个疑问，你也自己想想。谢谢啊，我也接到很多这个观众的提问啊，找你方便吗？他们想找你请教一些事儿，有途径吗？可以啊，可以来我的公众号。我们要说是爱宝的老粉有什么？给送一个新人礼包呗。那太好了，那太好了。3件事儿，姻亲亲还是血亲亲，想好。现在的做法就是血亲比姻亲亲，那你不要把嘴上挂着老公你是我最亲的人，那你就直接承认你的利益是我要牺牲的。第二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流逝，这位还会更矫情。你要也这么矫情下去，你们俩叫永无宁日。第三，从今天开始，你的钱你管，让他先管一段，你的钱你管。婚姻重要，你们俩下半辈子的幸福重要，还是这几个月或者这1年的钱重要？也许他管钱现在管得比你好太多了。到了这个岁数了，那看到钱的两眼放光啊！该道歉的要道歉，确实你牺牲了你们婚姻的核心利益，这个事儿确实是你做的不对。你要觉得那么活着幸福，你捏死了人家就觉得他不会离开你，你真就错了。他是有行动能力的人，他是可以决做的人，你也想清楚，差不多就得了，别得寸进尺。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唉，说句心里话，我也觉得人和人相处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希望我自己也好，还有我身边的人也好，都能够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反观内照，能提高自己，完善自己，让生活更如意一些吧。听了主持人的话，我也走进心里了不少。可能是我有些事情太强词夺理了，确实是太强势了点儿了。该道歉的时候是应该道点歉，可能是有些毛病该改一改了。谢谢两位啊，请回，请回，请回，谢谢你们，请回。谢谢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预测一下，包红兄，他们肯定会出来分不了，但是2个人今天还没有看到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和对婚姻的危机，承认了也不会改，所以还是出来吧。行吧，来看看人家夫妻的选择，请开门，请开门。能先松开会儿不？被一堆陌生人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大堆。2个人站在这个舞台的时候，你就琢磨琢磨，最亲的不就是你们俩吗？抱的那一瞬间才有力量，就应该这样好好的对外嘛，好好过自己的日子。祝你们幸福，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啊！来，请亮灯。啥呀？求核桃。干嘛？求和。我就觉得你不会因为那点钱去跟我计较。我告诉你，我要是你，我翻身就走。人都求和了，至少说一句：“老公，我错了吧，对不起啊。”老公，我错了，对不起。
再合着还我。走，回去吧。哎呦，真是。什么叫性格决定命运？为啥过得难受别扭呢？性格使然。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感觉他就是有事瞒着我，跟其他女生没有分寸感，精力也没在我身上，跟他在一起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他就是太多疑了，我对他公开透明，可他还是会胡思乱想，跟他在一起让我很累。我全心全意为他付出，可他却不领情，还嫌我管得宽。我感觉他根本不在乎我们的感情。他太霸道了，什么都要听他的，每天跟对待犯人一样对待我。跟他在一起，我一点自由都没有。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赵22岁，来自安徽学生；女嘉宾小梦21岁，来自安徽学生。有请两位，有请。主任好，老师好。好，艺术生是吧？是的。学什么的？播音主持，比他大一届。不放心是吧？是的。我刚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吧，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高危男友，他倒是还挺坦诚。我问他说，有没有人追你啊？他说有，挺多的。哎，我那时候女生的那个占有欲上来嘛，说我肯定要拿下他，然后跟他表白了，他也答应了，我们俩就在一块儿了。但在一块儿的时候呢，我觉得，哎，我为这段感情付出太多了，他就什么也不做，还不领情，说我管着他。然后我今天吧就想过来就给大家评评理，看到底我俩谁对谁错。不是评完理之后的干嘛呢？就是他错他改，我错我改。要都没错呢，只是没缘分呢。我觉得肯定是有缘分才会走在一块儿。行了，你就说吧，我们就听吧。就是我刚刚说他是高危男友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自己说他就有11个异性朋友，在一块之后呢，我就看他手机嘛，天天跟人家聊天啊，还发分享生活的视频，然后还有他喜欢说唱嘛，就是拍一些耍帅的说唱视频。发给我的视频也发给人家，哎，我说那你怎么能谈恋爱了就不把我当独一无二的那个呢？我肯定是内心不平衡。我就说你把人家删了，他也不愿意。我那些人怎么删啊？那些很多都是同学，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说删了面子过不去。还有之后我也给他保证了，我说那些人我只是公事上跟他们聊，我私下不会再给他们发那些东西了。可是他就是拿这个老来说我老穷追不舍。11个是你同学是吗？对，同学，包括也有别的认识的，就共同兴趣爱好的一些朋友嘛。我就是觉得他太在意这个事情了，而且我也给他保证了，我不会再聊了，他还是说这件事。对呀，他是保证了，但是他这个身边实在异性朋友太多了呀，在学校他就像个显眼包一样，到哪去第一个就让别人认识他，介绍自己，你好，我叫什么什么，咱们加个微信吧，就这样的。我就内心特别不舒服，我就说咱们出去合租个房子吧。这个时候他又不行了，他又说，哎，我喜欢校园恋爱。我是觉得校园恋爱比较浪漫嘛，我觉得出去住很多生活琐碎的，我们刚在一起没多长时间，我觉得很影响我们的感情。关键是他还说他妈妈不放心他什么，我因为这个我还说，哎，要不我和他一起去征求一下他妈妈同意吧。然后真的就去了，我跟他妈聊得还挺好的嘛，他妈也点头同意了。结果他们爸那边呢，跟儿子说，你可别影响学业，就是那种阴阳怪气。然后呢，后面他也同意了。结果是房子的事情，我一个人在跑，他什么事也不管。我那是因为我说什么意见，只要跟他不合，他马上就会生气，所以我觉得就全部他安排吧，不然他又会吵架。我俩的事情怎么我一个人安排呢？因为你愿意啊。主要是还不是因为11个异性的事情，他自己本身有3个微信号，第一个就是正常家人朋友，还有那11个异性啊。然后第二个就是玩游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唱圈里面一群小迷妹、小粉丝什么的。我觉得正常男孩子2个微信号都够偷偷摸摸干啥？他有3个呢。我是3个微信啊，而且3个微信我都加他了，我给他置顶了。而且我的手机密码就是他的生日，他随时都可以翻看的，他也没翻出来什么呀，他老怀疑我有什么。我没翻出来，不代表他不能删呀。我感觉他天天手机里的东西都给他删没了，我看到就是空白的东西了。我那3个微信号我之前就有了，那都是我兴趣爱好，你还非让我删，我就是不愿意。你来管着我兴趣爱好干什么？关键是他喜欢说唱，我不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还为他去学习，还给他写歌词啥的。结果他倒好，我觉得他精力特别充沛，把精力全都用在网上了，到我这儿来就没心思了。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就不想跟我谈恋爱了？我怎么是不想跟我谈恋爱？他当时是给我写歌词了，我当时还觉得挺感动的，我还把歌录出来了。可是他老是觉得我背着他有什么，我精力不放在他那儿了。我觉得我有点自己兴趣爱好怎么了？我觉得跟他谈恋爱过后，我时间都不能放在我兴趣爱好上面了。
我就觉得吧，他那个心思都在那上面，就没心思跟我谈恋爱了。还有啥？还有就是，其实我也挺欣赏他的嘛。他现在作为学生也挺能赚钱的，在外面就平时做一些兼职啊，就商演什么的，儿童剧那些的，多的话大概能挣5、6千，少能挣2、3千。作为学生已经挺多的了，但是呢，他这个钱一多就出去大手大脚花了。又是同学聚会，又是兄弟吃饭什么的，然后我因为这个也跟他吵过很多架，让他钱给我保管，他也同意了，一天给他50块钱。他这时候又说我管着他，又不开心了，就跟我吵架了。一天50哪够花呀？现在我跟兄弟挨都挨不动了，我还要打电话给他问他要钱，我觉得特别没面子这件事情。他缺钱，他随时跟我说，我随时给他，因为我想保管这个钱，我也不是说把这个钱乱花了，我是就是存起来，就为了我俩以后着想。他也知道我没有乱花，结果他就是在外面跟别人哭穷，跟他妈妈哭穷，导致我现在身上背了很多骂名，就说我母老虎。这倒不是骂名啊，你确实是。你凭什么身份管我的钱？因为他就让我不踏实了，他也同意了。你不踏实，你拿我的钱踏实啊？你这什么逻辑啊，孩子？因为我经常因为这个事儿跟他吵架，后面你为啥要跟我吵架呀？人家喜欢我，说明我优秀啊。我跟你在一起，说明你优秀啊。你有啥好不踏实的呀？那关键是后来他就是拿这个钱出去大手大脚花，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拿我们未来当事呀。就是他，我觉得他这个大手大脚花没有拿我们未来当事呀，没考虑我们未来呀。哎呀，我的天哪！那你接着说吧，还有啥我听听。还有之前在家里，他妈妈给他宠成少爷了，然后后面跟我住在一块儿呢，就什么家务活也不干，就让我一个人去干。然后他有一个特别大的毛病，就是喜欢随手乱扔衣服。然后我都跟他说过很多遍，让他不要扔，他还是乱扔。有一次我就生气了嘛，我就给他衣服扔了，然后回来他又跟我吵架了。当时把我那衣服扔出去，还给我拍个视频，他把我那衣服淋上酱油，不让我捡回来。关键是我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呀，你自己不听。哎，我问一个问题啊，我的衣服你有什么权利扔啊？因为他现在和我是住在一起的呀，就是他我跟你住在一起，东西是我的呀；我跟你住在一起，人是我的呀；我跟你住在一起，精神上是自由的呀。但他现在跟我在一起，跟我谈恋爱。你确定你是在管教他，还是在跟他恋爱？我也没有管教他，我就跟他说过很多遍。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真觉得做他的那个女朋友好，还是做他那11个女性的朋友好？你仔细想想。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肯定就是他女朋友了嘛。不，我是真觉得那11个他的女性朋友特别幸福，他们享受的全是他的好的一面，阳光的说唱啊，积极的活力啊，乐观开朗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倒是幸福的，你真痛苦。也不一定，就刚才那个衬衫上淋上酱油，然后他还拍了个视频，后来那视频发出去了吗？发给我了。你没发朋友圈吧？没有。那倒没有。那还行，要发朋友圈，瞧你们的男神的衬衫，我说烧就烧，那是另一种快感，我告诉你。哎，那没有。还有要评理的吗？还有呢，他跟我在一起之前吧，就穿什么衣服，我感觉他阳光帅气男孩，就是穿得整整齐齐的，也没啥。跟我在一起之后，真的是我感觉他审美都扭曲了。就是为什么跟你在一起连审美都扭曲？什么丑穿什么？对呀，为什么？我哪知道他为什么呀？不就是你琢磨这件事吗？本来我阳光帅气，自打我跟你在一起了，我就丑了，而且我还穿的丑了。不是，我觉得他这个穿的丑就是为了刻意气我的呀。然后不仅是他穿衣服这个上面，还有包括他就是比如说去外地接商演活动的，我觉得就是他出去这个意思，不就是说要我管着他了，他要出去躲着我嘛，就不想跟我谈恋爱，直说了。我就是想出去透口气，我就是觉得在家里面我们大家冷静一下，我觉得更好这样子。就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是单亲家庭嘛，我跟我妈关系挺好的，就有一次我跟我妈聊天呢。就说我俩关系的事情了，然后我妈就这个时候她就挺高兴的说，哎，给我换辆车吧。她说你男朋友喜欢什么样的车，我们往他那个方向换。我说这是好事儿啊，我妈要给我换车。然后我就跟她说了嘛，我说，哎，要不然我俩一起去跟我妈吃个饭，感谢一下我妈。她又说她没准备好，就是这个时候是感谢啥呀？有什么要感谢的呀？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委屈，我妈要给我换车，这对我俩是好事啊，她为什么又
这样，我觉得他就是把我当那个11个异性一样的，他也没情有多在乎我呀。我就是觉得见父母这件事情是比较正式的，我觉得见父母了就该谈婚论嫁了，该谈房子彩礼那些事情了。还有我觉得我一大老爷们儿，就是那个车那个事，我不能因为一个车去见他父母，我觉得这不合适。还有我觉得他就是从头到尾就什么事都要管着我，逼着我去见父母，都是让我去。我觉得我也会去，我也并不是不想去，我会有一天等我们感情稳定了，我准备好，我带着礼品去见他母亲。可是他现在就是什么都要逼着我去这种感觉，我就是不愿意去了。不是，我就感觉这段感情我付出挺多的了，他就也不领情，就说我逼着他管着他了，我也真不知道就怎么办了就。师兄，我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啊，打算什么时候结婚？结婚打算就是毕业工作稳定过后就。我这么说，我估计你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什么结婚的打算。是。第二，这场恋爱谈得挺累的，是还是不是？是的。女生不放心，就掌控他。您说您刚才描述的一个21岁、22岁的大学生的恋情，我怎么听的就像一个中年妇女对自己丈夫的这一种埋怨。在这样的恋爱氛围当中，她迟早会厌倦，会逃避。单亲家庭没有什么，但是我难以想象，家里即便再有钱，换了我也不会给大2的女儿去买车，还要换车。我们要去引导孩子怎么成长，如何的独立。他是帅，是优秀，但是女生应该有的矜持呢？您今天站在这里，你去看看回放，真的，我眼里就是那种中年妇女对自己的丈夫不信任，自己释放出来的那一种。我此刻真的不想用那个词，因为这个词和您的年龄风流麻不相及，但是您刚才释放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真的。所以你们2个人，我此刻不想说分手或者不分手，只是想提醒，如果你真心爱这个女生，就好好爱，去看到她的优点，去包容她的不完美。如果你想和这个男生走下去，道路会很曲折，风险会非常大。他现在可以包容也好，忍受也好，等到走上社会，一切会改变。恕我直言，到那个时候，您的那种掌控力
微不足道，你没有这个能力。谢谢。我突然想到2027年4月的一天，他俩可能对于男生来讲，在跟哥们儿喝酒，然后一边喝酒一边在那儿吐槽，活得真憋屈，活得真窝囊。我都一个工作的男人了，我怎么能活得如此窝囊呢？我老婆天天管着我，让我一点自由都没有。我想要出去跟你们哥们儿几个喝酒，我都没办法，我还偷偷摸摸的。越说越难过，越说越难过，你就会觉得生活好没意思。然后你俩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天天冷战，他其实也不跟你吵，就是不回家，总是有无数的工作，先是晚回家，最后可能1周3天5天，以工作为名不回家，你想抓抓不到，想喊喊不了。这是我现在做的很多咨询客户的常态，因为女方管得太紧，当然或者也有男方管得太紧，活生生的把一段好的爱情或者一段好的婚姻逼成现在这个样子，千疮百孔。当然最后呢，你有可能会觉得这婚也结不了，因为他逼你结婚也逼不下去，你内心当中是知道你是抗拒的，所以你会找无数的理由。你会觉得对，我应该跟他结婚，对，我必须给他有交代，因为我必须得听女人的话，但是你绝对不会有任何行动。所以你们俩图什么呢？女生，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女生是因为可爱而被爱，可没有任何一个女生是因为可恨而被爱。你越想管她越管不住，你管她的核心是什么？因为你害怕自己没有魅力啊。你认为我没有魅力，所以你不会选择我，因为我不够可爱，所以你不会选择我，你有可能跟别人走掉了，所以我得管着你的钱，我得管着你的人，管得住吗？人是自由的，灵魂更是自由的，你怎么管？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到现在，你到台上的诉求还是想要争论对错的话，你都对了，你一点错都没有。但如果你想要讨论我们两个如何能让我们的爱情变得更舒服，彼此相处更融洽，那你的方式就错了，全错，0分。所以今天我让你好好想想，你到底觉得是他错了还是你错了？你自己来去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我们给你答案。不否认这里面应该有爱的成分，有，但是你呈现出来的状态是猎杀和占有。今天在咱们校园，你的男朋友他的价值来自于他是这个校园当中校草的魁首，古有花魁，今有草魁，对吧？咱们这个校园里他是校草的魁首，所以他有价值。当所有的同学们，尤其那11个师姐发现你烧了他的衬衫，他也得跟你乖乖出去的时候，心里爽吗？还行。当所有的师姐真高兴，他说还行，是还行吧？当所有的师姐都看着他辛辛苦苦打工，那5、6千块钱凭什么就得你收着？这个时候他就把那钱给你收着了。内心深处爽吗？猎杀、占有、示众，你给我们呈现出来的荣耀和陶醉都来自这个，而不是爱。我一直不否认这里一定有爱的因素，爱就爱，别显得那么霸道。让我跟你说，以后他回忆起来的时候，哎呦，我那女朋友哦，那梦姐那个霸道哦，咱给人心里留一丝温柔和美好，不行吗？咱非让所有的同学看着自己一提起梦姐，哎呦，当初那个梦姐收拾她男朋友，那她男朋友那叫一个怂，哎，何必呢？以后要开同学会的好吗？对吧？这是做书的一句肺腑的话，没批判谁啊。但是在这件事里，那你们乐意就行了。哎，就是完了。姑娘，你现在在舞台上，你演出了一个长得挺漂亮一个姑娘，是怎么样被一个男生所吸引？那个意气风发的男生就站在她的对面，然后这姑娘特别的爱他，然后拼命的想要把他留在身边，拴住他，管住他，为他做很多事情，给他做很多顿饭。2个人在一起了5年10年，10多年时间过去了，那个男人到了30多或者40多岁，然后要离开这个女人，然后这个女人在女儿面前不断的抱怨，告诉她男人有多不靠谱，怎么样才能够更加的去管好一个男人。
这是我今天想说的。问题是你才20岁出头，你太早的面目狰狞了。你今天站在这舞台上，刚开始说那个男生有11个女人，我怎么去管他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就4个字，就面目狰狞，就把所有的美好跟爱情相关的美好一点一点抹掉了，一点点抹掉了。你在这段爱里面，除了表现出占有之外，请问有什么美感可言？你以此为框去框这个世界，到最后这个世界不就是如此的在你面前展开吗？至于男生，我建议你分手，因为我不觉得你有快乐，你有丝毫的快乐吗？你一脸凝重，知道吗？不快乐就走。谈恋爱不能分手吗？你可以分手的，不想谈下去就走，你就跟他说清楚，对不起，我太累了，我就走了。开开心心的去过好你们的每一天，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做人，就这样。谢谢陆琪老师啊！电视机前有很多观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些信息问，说想请陆琪老师在现实生活当中指点一下，途径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陆琪。同时要告诉大家的是呢，如果你是爱宝的这个老粉丝的话，大家标注一下，加入那个公众号有新手好礼送啊。实际这段感情说句实话，你是充分把你自己的人生里面的心理的一些历程的东西做了一个全向的暴露，你不可以这样。今天来这个节目，你来的真对了，你真不可以这么谈恋爱。对你来说一定要逃，就是不可以被这个东西束缚。不是说我们对爱情不负责任，不什么，因为这个爱得太扭曲。任何一段亲密关系，如果他是因为欣赏你，帮助你放更大的光芒，这是好的。如果一段关系你是优秀的，你是本身自身带光的，一个人说因为我爱你，我就拿细沙一点一点的把你的所有光全部打掉，让你变成一个粗糙的物件，失去光泽，你觉得这个要不要跑？姑娘也是一样的，你足够优秀，如果你想改变的话，不担心，慢慢来。我倒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他做内心的调整，而不是这段关系。当然我们可以从这段关系开始了。来，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什么？从我一开始认识你，我觉得挺特别的，我也一直特别想把这段关系走下去。可是很多时候，我在家里好像都没有话语权的感觉，就是什么事情都要管着我，什么事情不顺着你的意，你不同意的话，就是要吵架。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可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是有未来的话，我觉得我要先成为我自己，我觉得才能看到我们的价值。其实挺想跟你一直走下去的，但是可能现在让我觉得很难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感觉我们之间感情确实是出了问题，而这个问题确实是出生在我身上，我觉得我们应该去考虑了。慢慢调整吧，回去吧，挺感慨的，请回，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包红兄预测一下，我预测男不出女出。那我就双出吧。就是梦姐有钱，出不出来的，把人那1个月5、6千块钱还人家。今天听进去了双不出，没听进去有双出吧？我觉得。来吧，请开门，请开门。哎，好。哦，这挺好哎。
离开的时候我就难受。这大概也是亲密关系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有些人明知是个毒药，但是我还得再把它吃下去。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广电5G192全新号段，全新体验，让爱相连。同时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